想象一下，你正走在大街上，突然脚下的土地告诉你一个1000年前的秘密，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没错，这就是考古的魅力。大家好，欢迎来到眼见古今，今天带你走进时光机，一起探索2024年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发现有的来自神秘的海底，有的深藏在古老的农田。你能想象2000多年前古人用的蒸锅是什么模样吗？从深海的沉船到史前的秘密，让我们穿越时空探险，揭秘埋藏在地下的传奇。第一，武王墩墓，来自2000年前的蒸锅。在安徽淮南的徐洼村，武王墩墓的秘密正一点点被揭开。2015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武王墩墓遭到了盗墓贼的侵扰，但他们的贪婪最终却未能得逞。2018年，一名盗墓嫌疑人的检举才让这起案件曝光，警方迅速追回了70余件被盗文物，包括精美的漆木彩绘虎座凤鸟骨架。2019年11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武王墩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就像是拿到了一张穿越时空的门票，考古队开始了他们的探险之旅，武王墩墓的神秘面纱开始被缓缓揭开。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墓园前，这个墓园占地5840平方米，高16米，封土上散落着战国时期的陶片。这不仅仅是一个墓，这是一个完整的地下世界。主墓是一个大型甲字形数学土坑墓，中央的亚字形椁室，四周分列8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室，全部由长条形方木构筑。这可是战国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的标准配置。在椁室盖板上，考古专家发现了墨书文字，这些神秘的文字像是古代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目前已经提取了3000多件文物，包括大铜鼎、铜圆壶等，每一件都是历史的见证。特别是那个铜圆壶，壶盖上站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鸟，简直不要太酷。还有那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可能是礼字，这些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还有一件独特的折叠腿眼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件青铜眼的设计超前，让人不禁联想到现代的蒸锅。它的3足高挑纤细，最特别的是膝盖处设置了可折叠90度的机关，这一巧妙的设计隐藏在兽面花纹之后，不仅实用，还极具美观性，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设计精品。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件眼的发现并非孤立，武王墩墓中还出土了其他2件青铜眼，虽然款式不同，但同样保存完好。这些折叠腿眼的发现，就像是古代与现代的一次奇妙对话，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真是令人钦佩。网友们也纷纷戏称，这简直是2000多年前的蒸锅，不仅实用，还带着点时尚的气息呢。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楚国青铜器的认识，也为研究战国时期的饮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但是，目前这座超级大墓最大的悬念是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考古工作还没做完。专家推测，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楚国考烈王熊完，因为寿春作为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历经了4位君王，而考烈王的可能性最大。武王墩墓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进行着，更多的谜团等待着考古专家们去解开。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些即将出土的楚简和青铜器铭文，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更加惊人的故事。第二，南海沉船遗址，揭秘明代沉船的宝藏。在南海的碧波之下，隐藏着一个被海水封存了数百年的秘密。2024年6月13号，国家文物局在海南琼海发布了南海西北陆坡1号、2号沉船遗址考古最新成果。这些沉船遗址的考古新成果，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号沉船遗址就像个超级大的宝箱，
分成了核心区、环形区和条形区。核心区长约37米，宽约11米。这里出土的文物数量超过10万件，包括青花、青釉、白釉、青白釉、红绿彩、发华、单色釉、素三彩等瓷器，还有酱釉陶器、铜钱等。这些瓷器中，有的外底还带有款制，如福、正、太平无纹字造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些瓷器产地和年代的重要线索。2号沉船遗址就更有意思了，它像个木材仓库，核心区南北长约21米，东西最宽约8米，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这些原木经过数种鉴定，为市属乌木。这种木材在隋唐时期就有从东南亚、南亚大量进口的记载。研究表明，1号沉船可能是从福建或广东出发，前往东南亚的贸易中转站，而2号沉船则可能是从东南亚装载乌木等货物后返航中国的民间商船。这2艘沉船的发现，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索和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这些沉船遗址的发现，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荣景象，更是一次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相融合的奇妙旅程。此次考古队员们使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和狮子鱼号无人水下遥控潜水器，运用了多种深海技术和装备，如长基线定位系统、潜在侧扫声呐、多波束侧身系统等，对沉船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测和研究。最让人兴奋的是，这些沉船遗址的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举行中展出。展览分为探渊寻真、水府琳琅、巧善换新3个部分，展出了408件出水文物，还有故宫博物院等借展文物34件，共计展出442件。有兴趣的观众们可以去到展览中去看看那些沉睡在海底的宝藏吧。第3，浙江绍兴鸡中遗址，墨迹下的古月密语。在浙江绍兴，一座古城的地下竟然藏着一个2500年前的大秘密。这不是小说情节，这是真的。最近，考古学家们在鸡中遗址挖出了一段被时间遗忘的历史。这鸡中遗址可不得了，它是在绍兴第一次发现的战国时期到两汉时期，越国的建筑更是实实在在证明了绍兴有2500年的建成历史。这个大发现其实是个意外中的必然。2023年9月26日，绍兴市文物局接到了个电话，说基山中学施工时挖出了大木头。考古队一听，立马赶到现场，结果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黑陶豆、印纹硬陶、原始瓷等宝贝。这一下，考古学家们的眼睛都亮了，他们知道这下面肯定有大货，这片土地下可能隐藏着一个古代的宝库。站在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下面可能就是越王勾践的都城，古越文化的心脏地带。到了2024年2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目前考古发掘面积已近3000平方米，考古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发现的汉代遗存主要为建筑基址、水井、马坑，尤其首次发现包含墨书会稽山阴地名的汉代木瓷实物，以及汉代墨书如律令里文字陶片，成为两汉郡县考古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绍兴古城内吴越国时期遗存的一大遗憾，简直是宝贝中的宝贝。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一件件青铜器、陶器、水晶环等高等级文物都透露出古代绍兴的繁荣。特别是那些墨书木刺，它们不仅是文字的载体，更是历史的见证。这些木刺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对于法律、礼仪的重视。更令人惊奇的是，考古人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具马骨遗骸。这匹马的发现，
不仅为越国时期的交通方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是对于南传北马的中国传统交通特点的一次挑战。这匹马的用途至今仍是一个谜，仍等待着我们去揭开。第四，江苏盐城盐业揭秘千年盐都的神秘面纱。2024年7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江苏盐城盐业考古的最新发现，为我们揭开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代盐业遗址。位于盐城市亭湖区的沙井头遗址，专家推测其为汉代盐都县城所在区域。考古人员在该遗址周边1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若干汉代遗存文物点，揭露出规整的汉代道路、房址、较为密集分布的水井、成规模多类型的排水设施，就像是古代的城市规划图。而且他们还挖出了大量瓦当和绳纹瓦片等遗迹遗物，这可是汉代的老古董啊！位于盐城东台市的庙行遗址，是一处唐5代时期的制盐聚落，已发掘出蓄卤池、临卤坑等制盐遗迹。例如，几条平行分布的唐宋时期灰沟，可能是当时用于晒灰取卤的滩场。蓄卤池第一进底部为较规整长条形槽，应是用于存放海水或卤水。槽底泥土经盐度分析检测后证实明显高于遗址其他地层盐度。同时还出土了长沙窑、德清窑、一粒窑等不同窑口瓷器400余件，这在古代应该是属于快递包裹，告诉我们那时候的瓷器贸易有多火爆。宋代的刘永用陈烧木硕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来形容制盐的过程，就像是在说，看，我们把海水变成了白花花的盐。但在牟行遗址发掘区内，未发现盐灶等监盐设施，在对遗址系统钻探过程中也未发现盐灶的迹象，这引发了考古专家们的疑问：难道行遗址在唐宋时期只制卤，卤水需转运至别处监盐吗？随后，考古人员在距离牟行遗址40公里、盐城市大丰区的后北团遗址，清理出明代的一处砖砌临卤坑和紧邻分布的3座盐灶。这些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古代盐业生产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我们对古代盐工的技艺有了更深的认识。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谜团被揭开，但同时也有更多新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古代盐工是如何在没有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完成如此精细的制盐工艺的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关于盐城盐业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也可以留下您宝贵的评论，告诉我们您对盐城盐业考古的发现有什么看法，或者您有什么关于古代制盐的有趣问题，让我们一起探讨。第5，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北宋超级门。开封这座千年古城脚下的土地，见证了无数的辉煌与沧桑，也藏着不少的神秘与未知。2023年至202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现并全面发掘了景龙门遗址，以清理发现唐至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城门、城墙、建筑、道路、水井、农田等遗存70余处，出土遗物2100余件。而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座超级门的神秘面纱，探索它背后的故事。景龙门遗址位于开封市龙亭区，是北宋东京城门遗址，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都城城门遗址。考古发掘显示，景龙门为一门3道式布局，城门主体由墩台、隔墙及门道构成，城门及墩台包砖，逐层错缝露银内收，3门道宽度相同，均约 5.6 米。这一规模甚至大于此前发现的北宋东京承顺天门遗址。想象一下，你站在这个宽60米、深19.3米的庞然大物前，是不是感觉自己像个小人国来的？那种震撼，仿佛能听到1000年前的号角声和战马的嘶鸣，历史课本瞬间活了起来。但景龙门遗址的惊喜远不止于此。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5重城墙相互叠压的遗迹，这就像是历史的层层叠加，每一重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这些城墙见证了开封，从唐代汴州城到5代、北宋、金代都城，再到明代府城的历史变迁，让人不禁对城落成的奇观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明代周王府的遗存也被发掘出来，包括北萧墙、农田、水井、道路、祠庙和别院等。这些遗迹保存得相当完整，还生动地展示了明代藩王的生活场景。你可以想象，那些曾经的贵族们在这里耕作、祭祀、生活，他们的故事就这样被封印在这片土地下，直到今天被我们发现。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座古城下的秘境能为我们讲述更多关于时间的故事。第6，江苏淮安城市考古，沉睡水下的千年古城镇。在江苏淮安，几百年前，一场洪水的肆虐曾让一座繁华的古镇沉入水下，逐渐淤积。然而，随着2023年末的一次考古发掘，这座古镇遗址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不仅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一角，更是大运河变迁的生动见证。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距离板闸遗址约3公里。在这里，考古人员清理出了34座房址、8条道路、10座灶台、13条排水沟，以及370件各类器物，包括陶器、瓷器、木器、金属器等。这些遗存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明晚时期街巷的繁华景象，充满了日常烟火气与商业气息。F7 房址内的3处灶台遗迹让人忍不住想象，那里可能是个香气四溢的饭店，大厨们忙得不亦乐乎，灶火旺盛，饭菜飘香。YL2 院落的前店后宅结构就像是现代的商住两用，店主在街边卖货，累了就回后院休息。F20 房址更是把灶台建在了店铺门口，这大概是古代版的路边摊，方便得很。沿街叫卖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宽约4米的道路，它贯穿整个发掘区，与两侧的排水沟、辅路等共同组成了遗址区的主干道系统。所有房址都沿这条路南北两侧有序分布，仿佛在告诉我们，这条路就是古镇的华尔街。此外，淮安还发现了一处运河沿岸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水下古城镇遗址。四周城遗址则位于淮安市盱眙县，它建于北周，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重新兴建，唐代至明代为漕运中心，商船货船往来不断，增繁荣一时。随着黄河夺淮蓄清刷黄，四周城频繁遭受水害，最终在康熙19年的一场暴雨中被彻底淹没。这些水下古城镇的发现是淮安经常性发生水患的历史剪影。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沿线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古城镇陆续重见天日。第7，浙江衢州黄巢墩遗址，万年稻作文明的神秘面纱。想象一下，在浙江衢州的一片秋意盎然的田野中，阳光洒在金黄的稻穗上，微风拂过，稻浪翻滚。这不是现代的田园风光，而是10000年前的景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衢州黄巢墩遗址静静地诉说着史前稻作文明的故事。黄巢墩遗址位于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距今约9300至8000年，是上山文化的第22个遗址点。这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的环好聚落遗址，总面积约55000平方米。然而，最令人瞩目的发现，莫过于环好东侧约1.5万平方米的低洼区域，这里竟是一片古水稻田的遗存。通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专家们在土壤中发现了超过5000-7000粒的水稻植龟体。这一发现证实了这片土地曾是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水稻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稻田。可以想象得到，10000年前的古人在这里耕作，他们或许使用着石制或骨制的工具，弯腰插秧，
精心照料这些稻谷，期待着丰收的到来。在这片古老的稻田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红陶平底盆、陶壶、圈足盘等上山文化时期的陶器。这些陶器可能是古人用来储存稻谷的容器，也可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餐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表示，这片田见证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上山文化是万年浙江的文化之源，而黄朝墩的考古发现为探索世界稻作农业起源揭开了重要篇章。第8，江苏兴化草堰岗遗址，来自7000年前的打火机。目前可见年代最早的钻木取火实物，你知道长啥样吗？你知道它被发现的契机竟是钓鱼佬捡到的陶片和动物骨头吗？在2024年9月13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江苏兴化草堰岗遗址的入选发布，为我们揭开了7000年前的史前面纱。这个位于江淮东部里夏河腹地的遗址，距今约7200至6900年，是江淮东部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草堰岗遗址的发现充满了戏剧性，它的契机竟然是一位钓友的意外发现。一位垂钓爱好者在草堰岗的一次钓鱼过程中，发现了地上随处可见的动物骨头和碎陶片，具有强烈文物保护意识的他立刻联系了相关部门。经过初步鉴定，这些碎片被确认为古人类遗址的一部分，由此揭开了草堰岗遗址的神秘面纱。草堰岗遗址位于兴化市千垛镇，经系统勘探确认，遗址总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特殊的副海拔湿地保水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质遗物得以完好保留，树木、木器、骨器及动植物遗存十分丰富。遗址的动物遗存主要有陆生的鹿科、猪、牛、狗及各类鸟禽，但水类包括各类鱼、龟鳖及栗蚌、扭蚌、螺等。在遗址外围堆积有大量的藓鞘，少量牡蛎。植物遗存主要有芡实、菱角、稻米3大类。在这里，考古学家们已经清理出超过200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栅栏等，其中灰坑数量达到150余处。这些遗迹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以出土的文物中，陶器遗辅为主，骨器数量众多且打磨精美，其中鹿角靴形器已出土300多件，较为珍贵的是一件骨笛半成品残件。骨笛上的6个音孔没有成功开孔，但火焰灼烧的痕迹十分明显。生活在草堰岗遗址的先民已经开始了音乐方面的早期实践。这里还发现了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钻木取火器实物。或许在几千年前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位先民正用这些工具小心翼翼地摩擦着木棍，直到火星四溅，点燃了希望的火光。这不仅是对火的掌控，更是对文明的一次飞跃。草堰岗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这里还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发现。第9，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夏王朝的南方重镇。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神秘面纱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2024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该遗址是为2里头王都提供资源转运与控制的重要枢纽，为夏王朝南方重要的核心聚落，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八里桥遗址位于地处南阳盆地的方城县，现存面积13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距今在3600-3500年左右，是与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2里头文化聚落。该遗址为夏王朝区域政治中心，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
强圆、环好等遗迹出土有玉器、铝松石嵌片和铸铜相关的遗物，文化面貌与二里头遗址保持高度一致，说明遗址所在的南阳盆地属于夏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反映出夏王朝国家治理已出现都邑中心、区域中心和小型聚落等多层级结构。勘探表明，遗址北、西、南侧分布有壕沟，东部以潘河为界。遗址内探明沟类遗存11处，纵横交错，规划有序，将南部区域划分为相对完整的5个区块，呈现出与二里头遗址相似的多网格布局。这种布局不仅显示了夏朝社会的复杂性，还给我们现代城市规划提供了灵感。想想看，夏朝的人们是怎么设计出这么精巧的城市布局的？他们是怎么管理这么大的社会的？更有意思的是，八里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和二里头遗址的陶器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夏朝的王都对这里影响很大，也反映出夏朝的国家治理结构很复杂。这些发现让我们对夏朝的政治格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第10，河南永城王庄遗址，5000年不断代文明史。5000年前的商丘，那里有一个古老的王国，他的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和财富。2024年，河南永城王庄遗址的发现，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个古老王国的辉煌。永城王庄遗址位于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王庄，属于史前时期的一个大型聚落。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以来，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展开考古发掘，该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今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王级大木案27被发现，出土遗物350余件，是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全新样本。M27大墓到底有多大？它是一座超过17平方米的特大型墓葬，墓主的地位显然非常显赫，可能是一位古国的君主。墓葬里头不仅有棺有椁，还有各种陶器、玉器、骨器，甚至猪下、颌骨等动物骨骼。这些随葬品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让我们对那位古国君主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这些宝贝可不是随便放的，它们有着浓厚的礼制色彩，特别是那些石龟、玉钺，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这些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史前中原地区王权的初步形态，也让我们对夏商周及其后的礼制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但王庄遗址的魅力不止于此，这里的发掘还揭示了史前多元文化的交融。出土的器物形制复杂，不仅有大汶口文化的主体遗存，还融合了中原仰韶文化、南方曲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因素。这种文化的大融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史前不同区域文化融合的重要标本，也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初始交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王庄遗址的神秘面纱正逐渐被揭开。相信王庄遗址将会给我们揭开更多关于古代文明的秘密。以上就是2024年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就像是一本本尘封的历史书，等待着我们去翻阅。它们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人的生活，感受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故事，更是让我们对中华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如果你对这些发现感到好奇，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或者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探索更多未知的奥秘。2024年考古新发现，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眼见古今，与您下期视频再见。